本节目由 O Study 赞助播出。Hello， 我是阿弟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留学这一件事。我自己的教育背景比较特别，国小在新加坡留学，国中呢是就读美国学校，是一直到高中、大学才回到了台湾的教育制度读书。所以很多人会问到有关我留学的经验，那我身边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拥有丰富的留学经验的。那新的一个学期开始了，很多人会面临这一个选择，该不该去留学呢？不管想要去留学的你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，今天这个影片呢，我想要针对留学这件事情讲一讲我自己的想法，以及如果你真的要去留学的话，一定该做的事。首先，你可以思考一下，你留学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个人认为呢，如果你留学只是为了去读书的话，那就有一点可惜。我的意思不是出国就是要游山玩水，不认真读书。不要误会我，先不要按 dislike， 让我说完。其实留学课业压力会蛮大的，要毕业也会比起在台湾来得难。所以一个前提是去留学的时候必须要有心理准备，就是一定得要努力读书。而且有些人可能出国留学是全家倾注全力才能够送他出国的，这时候呢，拿到这个学位就是主要的目标，这个是绝对应该的。不过如果你今天出国留学只是为了读书或者是拿到一个证书的话，我会觉得有点可惜，是因为这些其实你在台湾就可以做得到了。今天你到了国外一个全新的环境，踏出了你的舒适圈，你应该去探索自己更多的可能性，去经历一些在台湾经历不到的事情。所以除了用功读书之外呢，我今天整理了5个留学生一定要做的事情，给即将或者是考虑留学的你们参考。第一，融入当地，交朋友。我自己呢，在国外常常看到的一个状况，就是你会按照肤色来决定你的朋友圈。亚洲人就是跟亚洲人啊，白人就是跟白人啊，这个是人之常情。英文也有这个谚语嘛 ，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， 物以类聚。不过既然都已经出国了，认识各国的朋友是必修学分。除了可以扩展自己的人脉之外，还可以透过他们的视角去了解不同的文化思维。当你有来自各国的朋友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对于你自己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切有新的想法，比如说台湾的健保、治安、宗教包容。不过相对的，你也有可能看到你自己的不足。我认为所谓的国际观，就是透过了解不同的文化跟视角之后，回头来看自己的处境。既然都已经出国了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亲自去了解。不过作为学生，除了在课堂上认识之外，还有另外的一些方法可以增加跟在地人的交流，那就是参加当地的活动。如果你除了上课时间之外都是宅在家里的话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台湾的网络跟国外网络是一样的 ，OK， 赶快出门。作为一个学生，其实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，不管是一般学校的社团活动，或者是呢当地的各种节庆，都很值得去看一看。在美国有很多大学都设有 International Program， 也就是特别为国际学生举办活动的机构，或者是至少帮你统整这些活动的资讯。透过这个网站呢，你可以找到很多你可能有兴趣参加的活动。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是 Potluck， 它是一种参加的人要带来自自己家乡的食物，这样子的一个聚会，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国家的美食。如果你不会煮饭的话，简单带凤梨酥过去，他们会爱死你。还有一些节庆时也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，比如说 St. Patrick's Day、Halloween、Macy's Thanksgiving Parade， 街头上会满满的都是人，可以去凑凑热闹。不管如何，在课业以外的空闲时间，应该要多多走出去，认识人，参加活动，不要宅在家里哦。3，享受独立生活。独立生活说是一种享受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有一些人跑去留学，就是因为不想被家长约束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没有，你说嘛？有没有嘛？有没有？其实一个人生活可以养成很多好习惯，很多事情必须要自己独立去完成，比如说煮饭、搬家、办证件、缴账单、洗衣服等等。在国外的话，这些事情都得自己一手包办，不会有人帮你的。这样自己一个人的感觉，一开始可能会有点恐怖，不过习惯之后呢，会很自由，不知不觉当中，你也会变得更成熟。有这样子独立生活的经验后，再回国，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不会忘记的能力。就算之后跟家人一起住，也可以多担当一点，多体谅一些。不过出国留学还是有很多繁杂的手续，这时候呢，找到一个合适的留学代办，可以帮助你省下很多时间，处理文件啊，找到学校、找到住宿等等。
像是 All Study 这样子的留学代办，除了可以省下以上的功夫之外，还提供给留学生教育部核可的定型契约以及1000万的履约保险，让大家出国有保障，很值得参考哦。4. 好好介绍台湾。我还记得我在美国参加了一个领袖营队，有一天晚上是 International Presentation， 也就是介绍各国的时间。那时候我很开心的跟台下3000多位美国的高中生介绍了台湾，还用书法写下了台湾这2个字。结果当天晚上有好多人来跟我要写了台湾的那个书法，所以我就再写了10几张送出去。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什么？阿弟会写书法啊？不是，是要好好介绍台湾。其实大部分的当地人会不太了解台湾，我们的文化、历史、特产，所以呢，留学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，可以好好介绍台湾。如果他表示没有兴趣听的话，塞给他一个凤梨酥，逼他边吃边听。最后一个5，利用环境学英文。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回到阿弟英文最擅长讲的主题了，就是什么书法，不是英文，英文。好好使用当地的环境，学好英文再回国，这个是很多人除了课业之外的第2目标。不过还是会有人留学了很久，回来台湾之后英文还是没什么进步。所以到底在国外的环境当中，要怎么样好好利用来学习英文呢？其实答案呢，在刚刚以上的4点已经包含了出去认识人、参加活动，用英文来沟通。如果只是学课本上的英文，在台湾也学得到，在台湾也有外国籍的老师。既然到了国外要去体验在课本上学不到，在台湾学不到的生活英文，只要养成了这个习惯，在生活中不断接触英文，并且用英文沟通，回来台湾之后，也还是可以让英文成为你的终身学习目标哦。讲了这么多，你是不是对留学有一些新的想法呢？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，比如说自己适不适合，以及该办什么手续等，10月8号到10月12号 ，All Study 有办一个免费的留学教育展哦。如果你确定要去留学，你可以上网预约1对1的咨询，就不用现场排队哦。可以点这边的连结到 All Study 的官网去预约。我自己在10月8号也受到 All Study 的邀约，会到教育展的现场。那时候会做直播跟大家互动，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一起来看看。那听说呢，现场还会有一些独家的学费优惠好康，所以呢，到时候再跟大家介绍哦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。所以如果你要去留学的话，希望你可以做到这5件事情。或者是你是已经留学回来的人，你觉得还有哪一些事是我没有讲到，但是留学生应该去做的呢？可以到留言区去留言哦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。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影片，可以点这边的按钮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我们每个礼拜1跟4的晚上9点都会有新影片哦。我们在脸书跟 Instagram 也都有账号，可以用阿迪英文或者是 Radio English 来搜寻到我们。And that's a wrap.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. As always. And I'll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. See ya! See ya! 自己在国外常常看到的一个状况是会按照肤色来决定朋友圈，朋友圈，很多事要自己独立去完成，比如说洗饭、搬家。洗饭是什么？洗饭、洗衣服、煮饭啦，煮饭。不过习惯之后会面的变得自由，面的。今天一直口误